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华史略，这是一个致力于客观、全面、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人物的频道。我们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探究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扭曲或被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缺陷。因此，我们采用多样的视角，全面、丰富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尊重历史真相，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为您呈现一段全新的历史旅程。下面我们进入正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本期节目言辞非常犀利，请大家酌情观看。如果您有不同意见，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欢迎订阅本频道。成吉思汗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其实10多年前，联合国文教科组织评选影响世界历史100位人物时，成吉思汗的籍贯就已经确定，蒙古。当然，这里的蒙古并不是今天的蒙古国，而是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蒙古帝国席卷欧亚大陆，元朝仅仅是其殖民地之一。至于说元朝是中国的朝代，就更加荒唐了。蒙古史是世界级的历史，不像其他朝代历史一样容易被后人所篡改。宋帝国末年，战乱四起，北方的蒙古金帐汗国势力不断扩大，东至太平洋，西至多瑙河畔，南到中国南海，北到西伯利亚，华夏民族也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亡国了。对于强悍的侵略者蒙古，我国人民无力抵抗，沦为亡国奴。有人曾说中国有个蒙古族，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但事实是，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许多国家都有蒙古后裔。蒙古族，俄罗斯有，乌克兰有，芬兰有，伊朗有，土耳其有，匈牙利有，印度有，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并非只是中国有。如果中国人要拿蒙古帝国吹牛的话，那么乌克兰人甚至匈牙利人都能这么说。中国还有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这又怎么解释？难道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朝鲜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同样道理，汉族也是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之一。按中国人的逻辑，中国历史岂不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人物如汉武帝、秦始皇等都是俄罗斯国籍，荒唐程度可想而知。又有人说过，今天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只能说这种说法非常浅薄。今天在俄罗斯联邦中有布里亚特、卡尔梅克、鞑靼斯坦和图瓦共和国，这些共和国都是蒙古人建立的。中国才一个蒙古自治区，俄罗斯人是否比我们更有资格说蒙古是俄罗斯的？而且蒙古民族的发源地中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历史上也从不在中国境内，并且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沃南河位于今天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交界处。还有很多人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单单是汉族的国家。那么请问世界上有几个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170多个民族，俄罗斯被蒙古统治的时候，蒙古征服中国，算不算俄罗斯人的荣耀？算不算俄罗斯统治中国？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俄罗斯族也是今日中华民族56个成员之一，历史上曾经属于蒙古，与蒙古族、满族应该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俄罗斯与清帝国的领土争端和战争应该是中华民族内部矛盾和内战了。那又为什么说俄罗斯是侵略者？还有，既然俄罗斯族也是中国人，那么伊凡大帝、彼得大帝等俄罗斯族的大英雄也应该也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了。由此又可以延伸到历史上蒙古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恩怨也都是中华民族内部事务了。当然，中国有收复俄罗斯的义务，也是很容易推想到的。其实所谓的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政治词汇罢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个民族。美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假如中华民族都能成立的话，那么美利坚民族也能成立。美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因此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您千万别笑，
这就是现在官方和大部分人的历史逻辑。说到这里，相信仍然有人不肯罢休，甚至还有人会说，蒙古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以至于现在很多人嚷着说要收复蒙古。但事实上，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蒙古属于中国领土的说法，恰恰相反，是蒙古统治中国163年，经历15代皇帝，应该是他们说中国自古以来属于蒙古才对。2006年是蒙古建国800年纪念，800年来他统治了中国100多年。历史上中国北边都有一个国家，各位应该记得昭君出塞和苏武牧羊的故事吧？显然的，中国历代从未占领过现在的蒙古地区，蒙古却完全征服过中国100多年。明朝时，两国依然交战，明英宗皇帝被蒙古人抓走。在清朝时期，满蒙共治中国，满蒙贵族相互通婚，满清皇室有一半蒙古血统。当时已没有中国了，因此即使在大清国时代，也不是中国统治蒙古，而是蒙古统治中国。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北洋军阀徐树铮曾短暂地占领过库伦，这是乌兰巴托以前的名称，但很快地被驱逐出去。蒙古也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土，以国民政府的观点，那是失地。二战结束那年，蒙古军队曾进入张家口，直逼北京。因此，这几百年来，蒙古虽积弱不振，但中国也处于下风。因此说蒙古是中华民国领土，即使以中国的观点来看，也很牵强，还很帝国主义。简单的说，蒙古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蒙古人更没有接受中国文化。照中国的逻辑来看，中国是明朝初期从蒙古独立出去的，那么中国甚至欧亚大陆自古以来都是蒙古不可分割的领土，应该回归成吉思汗创立的是大蒙古帝国才对，这是全世界皆知的。当时的中国只是在蒙古人铁蹄下灭亡的无数国家之一，只是一块殖民地，仅此而已。蒙古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大英帝国和印度的关系，成吉思汗和中国人的关系，就好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人的关系。大英帝国曾经占领过印度，印度成了他的殖民地。中国人把蒙古帝国说成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这种行为就好比印度人说大英帝国是印度的一个朝代，维多利亚女王是印度人一样的荒唐。鲁迅在《随便翻翻》中说过，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20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25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8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3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欧亚大陆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是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袁腾飞说过，忽必烈有一点汉化，但也只是粗通汉语。自从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后面的蒙古皇帝基本上连汉语都不会说，整个是外国人统治中国。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镇守的这些达鲁花赤们也不会说汉语。蒙古的史书上一举例子就是波斯怎么着，亚历山大大帝怎么着，因为他在征服中国之前已经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文明，所以就不会被儒家文明征服。因为蒙古人什么都见过，什么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觉得你中国文化也不过如此，也没比别人强。蒙古跟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蒙古的货币上印的是成吉思汗，我们没必要把他当作祖宗，更没必要把他的所谓西征看作是中国人的骄傲。假如当初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我们还要歌颂日本。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作骄傲。你被别人灭了，还说真好，这属于恬不知耻。蒙古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帝国传承者，中国不是。蒙古统治俄罗斯250年，
在之后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和俄罗斯人大量混血。欧洲国家至今还称俄罗斯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欧洲有句俗语，意思是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即蒙古人。俄罗斯人彪悍尚武的民风就是深受蒙古的影响，直到19世纪，西方还畏惧地将俄罗斯称是白色蒙古。蒙古对俄罗斯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中国的影响。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汗、克里米亚汗、诺盖汗的蒙古鞑靼贵族们，后来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贵族的姓氏起源。还原历史真相后，只能说成吉思汗不是中国人，但他的后人与中国人确实也有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强奸、杀害、侮辱过我们的祖先，我们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纵观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屈辱史。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出于事实，不过不要为了逃避这样的屈辱，就认蒙古人为祖宗，这样更加可耻。如果当年抗战失败，日本人在中国建立了和朝，一部分日本人融入了中国，成了和族，那我们岂不是该称昭仁天皇是中国的皇帝？东条英机是统一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内战。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事物，也就是说，尽管某些时期人类的意识是错误的，但最终真理将被人类认识到，中国人终将认识到侵略者的事实。还原历史亦客观。最后感谢您的收看，欢迎订阅本频道，并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我们下期再见。